嗨，大家好。2021年3月25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大校介绍，我国第2艘055型导弹驱逐舰拉萨舰舷号102于3月2日正式加入中国海军序列，隶属于北部战区海军。这是继2020年1月12日首艘055型中国最大驱逐舰南昌舰服役以来，第2艘正式服役的万吨大驱。而且不仅如此，预计在下个月和年底之前，还将有2艘055型万吨大驱陆续服役，分别是105大连舰和106延安舰。这2艘就是此前2018年7月3日在大连造船厂上演同一天2艘055大驱同时下水的壮举。要知道，这可不是台湾那种600吨的沱江级小艇，而是重达12500吨，当今世界正在批量生产中最先进的驱逐舰。而且一舰还有3连，可以说2021年将会是一场军迷的盛宴。101南昌舰和102拉萨舰均为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建造，并服务于北部战区海军，而105大连舰和106延安舰由大连造船厂建造，并将服务于南部战区海军。可能有些朋友会奇怪，为什么102之后不是103，而直接跳到105呢？这是因为舷号与下水或服役的时间没有关系，这是055建造之初时就统筹规划决定好的。也就是055第一批次的8艘，江南造船厂负责建造4艘，编号为101到104，而大连造船厂负责另外4艘，编号为105到108，一南一北交相辉映，共同建造。但地处江南的上海江南造船厂其实并不算难。就在去年9月29日，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9号已在广州文冲造船厂成功下水，证明在华南地区，我国仍将具备一个打造万吨级军舰能力的造船厂。而055的平台和模块化建造方式已被江南和大连吃透，易于复制。所以如果需要，未来北中南可3舰齐发，中国的海军力量和造舰速度还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另外就是055的命名，首艘南昌舰大家已经熟知，但这个拉萨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第2艘055被命名为拉萨舰，源自于一位拉萨市民的不情之请。此前全国28个省会级城市没被拿来命名驱逐舰的就只剩下拉萨和台北。台北被民国遗老霸占，这个我们稍后再说。拉萨就成为仅存的没被命名的省会级城市了。所以2018年，一位拉萨市民上书拉萨市政府，呼吁拉萨市民等不起，西藏人民也等不起了，要求尽快以拉萨来命名一艘主力驱逐舰。但令这位市民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大馅饼砸在了拉萨的头上。本以为拉萨会如乌鲁木齐或者呼和浩特一样被拿来命名一艘052D，但没想到最终却命名了一艘055万吨大驱，也就是刚刚服役的第2艘055拉萨舰。真可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至于未来要如何命名剩下的台北舰，想必很多台湾网友自然甚为吃味，认为这是赤裸裸的吃豆腐和统战。一提统战，台湾人条件反射似的唯恐避之而无不及。但说也奇怪，我们打开台湾的军舰列表，无不是满满的中华文化。这是台湾购买的拉法耶舰，命名全部来自大陆，甚至乌鲁木齐的旧名迪化也赫然在列。台北不是也还有个迪化街吗？这是现役的成功级巡防舰，郑和、继光、岳飞都榜上有名。注意，这个继光是抗倭的戚继光，而不是堵枪眼的黄继光。如此之多的神州地名和中国的民族英雄，你台独小将怎么还不改呢？看起来说到统战，台湾可谓是实实在在的鼻祖。正所谓礼尚往来私报酒，情深即饮铝抛砖。既然你过去这么喜欢统战大陆，现在我时不时捅你一下也只是刚好而已。那么这8艘055除了南昌舰和拉萨舰外，其他6艘被命名为什么了呢？分别是大连、延安、鞍山、无锡和遵义。南昌、遵义和延安很好理解，均为革命圣地，在新中国革命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大连虽然不是革命老区，也不是省会，但却贵为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我在此前官员级别的视频中有过介绍。而且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海军建造基地，还缔造出了中国的前2艘航母，所以被拿来命名055也算实至名归。而鞍山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新中国的第一艘驱逐舰就是舷号为101的鞍山舰，所以现在被命名为05万吨大驱也极具历史意义。最后就是无锡，无锡舰曾经是一艘053H 江湖级护卫舰，在2012年已经退役，但首次晋升为盾舰就被命名为055，确实有些意外，甚至连无锡人自己都不敢奢望。要知道，江苏省会南京舰也只不过是一艘052D，而我在各大官方网站上也确实没有查到用无锡来命名055的确切消息。但空穴必然来风，如果消息最终属实，那可真要恭喜无锡了。来得早真的不如来得巧。至于最后一艘108由谁来命名，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吧。既然说到了命名的趣事，有2个省就不得不提一下了，一个是新疆，另一个是吉林。省这一级别自然是被用来命名航母或者小平顶的。我在此前介绍级别时也讲过，新疆有一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级别等同于省，我将其称为计划单列省。所以未来随着075和076的大量建造，会不会在4万吨级以上的大舰上，新疆可以一省2舰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舰值得期待。而吉林则刚好相反，吉林省的第2大城市叫做吉林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所以如果未来吉林市要被命名为驱护舰的话，那么吉林省将会与航母失之交臂了。没办法，一国海军同一时期服役是不可能有2艘命名完全相同的舰艇的。好，说了这么多命名相关的趣事，那么首批05全部现身后，第2批次的05A 我们也来畅想一下吧。首先，全电推进系统，很多人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前64后48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上，而实际上电力才是一艘战舰的关键，因为有了充沛的电力，才能使用更先进的雷达、武器以及其他电气设备。所以05A 未来能否采用全电综合推进系统，非常值得期待。纵观世界，当前也只有英国的45型和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采用了全电推进。传统舰艇的动力，无论常规还是核动力，都是将燃料的化学能先转化为机械能，然后再将其分配给船上的其他设备进行推进或者发电等。而全电推进则是将所有机械能都用来发电，然后通过计算机将电能精确地分配给电力、雷达和武器系统。这样做的好处是省去了传动轴、减速箱等机械传动设备，不仅为武器和舱室布局节省了大量空间，而且有利于模块化建造，大大降低了建造的难度。全电推进代表了未来海军的发展方向，当然难度也不小。像45型和朱姆沃尔特级都出现过在大洋中航行时突然失去动力的故障，这个我在此前世界各国驱逐舰的对比视频中也有介绍。其次就是很多军迷心思念兹的电磁炮，电力系统有了提升，也就使后面更多高科技武器的上舰成为可能。目前安装在海洋山号坦克登陆舰上的电磁炮已经测试了一段时间，如图舷号936的海洋山号舰首部分出现了一门巨炮。注意，为了实验，原本舰首可以运输坦克的前门已被焊接封闭，推测里面的空间已被改造为可以给电磁炮提供充沛电力的发电机和其他设备。电磁炮这项高科技武器，美国起步最早。2005年，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就与美国军方合作，为其研制舰载电磁炮。虽然进行了多次陆上发射，但始终未进行舰载实验。时今日反而让中国走在了前面。尽管美国人承认了中国的领先，但也对电磁炮的实战意义提出了质疑，认为弹丸制导化和炮管寿命都是制约的关键。想必这些都是美方在研发时遇到的技术难题。至于中国的电磁炮研制是否已经攻克了这些难关，暂时还没有更多的消息公布。等到新一代05A 下水的那一刻，答案也将随即揭晓。再次，激光武器，这项高科技武器，美国人走在了前面。这是在 DDG-105 多威号驱逐舰上安装的小型激光炮，这是在波特兰号2栖船坞登陆舰上安装的 SSL-TM 激光武器系统，还有在庞塞号登陆舰上测试过的30千瓦 SEQ3 激光系统。而且从这一系统研发而来的高能激光与一体化光学致盲与监视系统，更是要在2021年就安装在普雷贝尔号驱逐舰上，成为未来驱逐舰的标配。所以在舰载激光武器方面，美国人一马当先，跑在了前面。而中国在激光武器的研发上并不差，例如死光 A，
但小型化、舰载化的激光武器暂时还没有消息透露进行过实验，所以能否登上未来的 05A 还是个未知数。最后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在陆基方面，中俄已经走在了美国之前，如中国的东风17和俄罗斯的先锋已经相继服役，所以未来高超音速武器的舰载化成为各国发展的下一目标。舰载化倒不是直接把东风17装在05的垂直发射井里，而是它上面的 HGV， 也就是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这种采用钱学森弹道的助推滑翔飞行器，由于其变幻莫测的飞行轨迹和超高的速度，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款反导武器能够拦截，当然也包括激光武器。这个在此前介绍东风17的视频有过详细介绍。所以如果能够最终实现舰载化，05的实战能力将会有质的飞跃。那么未来的 05A 上会装备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